人际关系中，我们经常讲情商。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个高情商的人，懂得如何做人，一定深受旁人欣赏，无非就是把人讨开心了，获得实在或虚拟的利益。但事实上，一个不能把事儿做好的人，就算再会做人，他所谓的高情商，也不过是一场骗局。在我们小区的街角，曾上演过一场颇具戏剧性的商业对决。两家超市一左一右，像两枚棋子落在棋盘两端。本以为会是一场服务与品质的公平竞争，却意外揭开了一场关于高情商神话的残酷真相。左边是一家3口经营的老店，男人总穿着皱巴巴的衬衫，坐在柜台后背弄着计算器，眼神里透着股懒散。女人永远系着褪色的围裙，在货架间穿梭时脚步匆匆，旁服顾客的存在只是打扰她整理货物的麻烦。他们的儿子则整日埋首于手机游戏，结账时手指在屏幕上飞速滑动，连头都不愿抬一下。这里没有热情的问候，没有贴心的导购，甚至连找零都算得粗枝大叶。右边是新来的小伙子，像一团燃烧的火焰闯进这片平静。他永远穿着笔挺的衬衫，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。见到大妈就夸您今天气色真好，碰到小姑娘就调侃又变漂亮了。他会记住每位常客的喜好，主动帮忙拎重物，甚至连零头都大方免去。临走时还不忘鞠个躬，说上一句下次一定再来。这样的服务在初来乍到的日子里，确实如磁石般吸引了大批顾客。店里常常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然而这场看似一边倒的胜利，却在几个月后发生了逆转。小伙子的芒果总是带着酸涩，鸡蛋经常散黄，就连最普通的日用品，质量也比老店差上许多。顾客们渐渐发现，那些甜言蜜语不过是华丽的包装，里面包裹的却是劣质的商品。而老店虽然态度冷淡，却胜在货品新鲜，价格公道，秤上从不缺斤少两。最终小伙子的店门可罗雀，而老店依旧顾客盈门。这难道不是一场赤裸裸的情商诈骗吗？用表面的热情周到掩盖内在的无能，用话术和套路替代真正的产品力。就像那些在商业场上靠会做人四处周旋的人，以为靠喝酒吃饭称兄道弟就能拿下订单，却忘了商业的本质是价值交换。当你的产品漏洞百出，服务漏洞频出，再漂亮的话术也不过是皇帝的新装，终有被戳破的一天。初入职场的年轻人，谁没听过那句你要学会做人的教诲？在写字楼的格子间里，这句话像一把无形的尺子，丈量着每个新人的生存资格。于是我们看到无数年轻人放弃了专业能力的提升，转而研究话术技巧、酒局文化、办公室政治。小王是个程序员，刚进公司时一心扑在代码上，希望用技术证明自己。然而领导却多次暗示他要多和同事交流，不要太孤僻。于是他开始学着在茶水间和同事闲聊，周末参加各种聚餐，甚至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，主动承担起端茶倒水的杂物。渐渐的，
他的代码质量开始下降，原本擅长的项目也变得漏洞百出。当项目失败时，领导却指责他只会做人，不会做事。这时他才恍然大悟，自己早已陷入了高情商的陷阱。在所谓的职场情商里，充满了各种扭曲的逻辑，比如把溜须拍马当作会来事儿，把阿谀奉承当作高情商，却忘了职场的本质是创造价值。一个工程师写不出高质量的代码，一个设计师画不出有创意的图纸，一个销售拿不下该有的订单。就算把领导哄得团团转，又有什么用？这种高情商的职场文化，本质上是一种破，它让年轻人误以为，只要学会讨好别人，就能在职场中生存下去，却忽视了核心竞争力的培养。就像一个厨师不研究厨艺，反而专注于如何让客人开心，最终只会做出难吃的饭菜。一个医生不提升医术，反而琢磨如何和患者搞好关系，最终只会耽误病情。职场不是社交场，而是竞技场，能站到最后的，永远是那些用实力说话的人。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，高情商更是演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。人们沉迷于打造自己的完美人设，却忘了背后的真才实学。打开朋友圈，到处都是高情商的表演。今天帮同事解决了一个小问题，马上拍照发圈。昨天在会议上说了一句漂亮话，立刻截图分享。甚至和朋友吃个饭，也要精心设计对话，只为营造出我很受欢迎的假象。这些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经营人设上，却舍不得在提升自己上多下功夫。小李是个典型的社交达人，他家变了行业内的大咖，参加各种高端聚会，张口闭口都是我有个朋友，我认识某总。在别人眼里，他简直是人脉广博的高情商典范。然而，当真正需要他解决问题时，他却总是支支吾吾，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方案。原来，他所谓的人脉不过是表面的寒暄，所谓的高情商不过是话术的堆砌。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支撑这些人设。这种社交货币的通货膨胀，正在毁掉一代年轻人。他们以为只要拥有漂亮的话术、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就能在社会上立足，却忘了所有的人际关系最终都建立在价值对等的基础上。你不能为别人提供价值，在高情商的社交也不过是空中楼阁。就像一个演员没有扎实的演技，只靠炒作人设，终将被观众遗忘。一个作家没有优秀的作品，只靠社交圈混名声，终将被时代抛弃。当高情商成为社会热词，嗅觉灵敏的商人们立刻看到了商机，各种高情商培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成为教育产业化的新骗局。这些培训机构打着教你如何做人、提升社交能力的旗号，开设了各种课程，沟通技巧大师班、酒局应酬必修课，价格从几百到几万不等，吸引了无数渴望成功的年轻人。他们承诺，只要参加培训，就能成为万人迷，获得升职加薪，走向人生巅峰。然而，这些课程的内容却大多是空洞的话术和套路。如何赞美别人，如何拒绝别人，
如何在酒桌上表现，却从不教你如何提升专业能力，如何积累知识储备。就像一个骗子告诉你，只要学会变魔术，就能成为富豪，却不告诉你变魔术的前提是要有真本事。更可笑的是，这些培训机构的老师，很多自己都没有成功的经验，不过是靠包装出来的高情商人设招摇撞骗。他们利用年轻人的焦虑，制造不会做人就会失败的恐慌，从而收割高额的学费。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教会学生如何思考，如何学习，如何创造价值，而不是教他们如何讨好别人，如何婉转套路。当我们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花在高情商培训上，其实是在放弃自我提升的机会，是在为别人的骗局买单。所以大家除了听我的频道以外，还是要多学一学真实的技艺。发财不光是要道理和理论，还有脚踏实地的去做。话说回来，那些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人，有几个是靠高情商闻名的？爱因斯坦性格孤僻，不擅长社交，却用相对论改变了物理学的世界。乔布斯脾气暴躁，说话犀利，却用苹果重新定义了手机。马斯克直言不讳，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，却在电动汽车和太空探索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。他们靠的不是讨好别人，而是过硬的专业能力和强大的创新精神。在商业领域，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是靠会做人发家的。任正非很少参加社交活动，却带领华为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。董明珠说话直来直去，得罪了不少人，却让格力成为空调行业的巨头。他们靠的是对产品的精益求精，对技术的不断创新，对市场的敏锐判断。真正的成功从来都是靠硬核实力说话。你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能创造别人创造不了的价值，你自然会得到认可和尊重。就像一家企业，只有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，提供优质的服务，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。一个个人只有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，出色的工作能力，才能在职场中站稳脚跟。当我们撕开高情商的画皮，就会发现它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，让我们忽视了做事的本质。它让我们误以为只要学会讨好别人，就能获得成功，却忘了成功的唯一捷径就是把事情做好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不要被那些会来事儿的人迷惑，要看清他们背后的能力是否匹配。在职场中，我们不要沉迷于办公室政治，要专注于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。在教育上，我们不要相信那些高情商培训的鬼话，要注重培养自己的真才实学。记住，这个世界很现实，没人会因为你会做人就容忍你的无能，没人会因为你情商高就原谅你的失误。真正能让你立足的，是你做事的能力，是你创造的价值。所以，让我们放下那些虚伪的高情商套路，回归做事的本质，把每一件小事做好，把每一项工作做精，用实力说话，用成果证明。当你成为一个真正能做事、会做事、做好事的人，你会发现，所谓的高情商，不过是过眼云烟，而你所拥有的硬核实力，
才是最强大的社交资本，最可靠的成功密码。这场关于高情商的骗局已经持续了太久，是时候清醒过来，告诉自己，做事才是最高级的情商，实力才是最硬的底气。让我们用双手创造价值，用成果赢得尊重，让那些靠高情商招摇撞骗的人，在真实的世界里无处遁形。